美国海军自由级滨海作战舰的发展存在怎样的问题？这对其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相较于美国，中国海军取得了怎样的发展？这对美国有何影响？我们都知道，近年来，随着中国海军的飞速发展，在军舰建造速度上也不断加快，这就使中国海军的发展在不断加紧对美国的赶超，这就使美国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加上美国海军存在的问题渐渐地暴露出来，由于在军舰的建造上没有严密的计划，并且只追求速度，这就使美国的许多军舰在使用过程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这就导致美国海军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不，此前美国就曾对本国海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开支。据先前消息称，美国海军发表预算案，其中列出希望退役的军舰群，其中5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8艘自由级滨海作战舰被指定。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些军舰服役的时间还不到2年就被列入报废，这就使美国国会难以接受，因此痛批美国军方对不起纳税人，对此必须出面公开道歉。然而，对于美国要退役8艘自由级滨海战斗舰，这就使人感到十分的不理解，因为美国的自由级滨海战舰还非常的新，竟然也被美国列入退役计划表中，所以这就使人感到十分的匪夷所思。据悉，美国计划退役的8艘自由级滨海作战舰包括沃斯堡号、密尔瓦基号、底特律号、小石城号、苏城号、威奇托号、比林斯号和圣路易斯号。这些船都很新，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就是圣路易斯号，因为其服役时间还不足3年，正处于巅峰期，但是却都面临被退役。对此，美国海军预算负责人约翰·甘布尔顿少将解释称，自由级的传动装置经常故障出问题，而且他的反潜任务模组也开发失败，继续维持运作只会增加更沉重的成本，因此还不如将其退役，以此来减少这种风险，并且还可以节省一大笔维修费用。这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也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关于美国自由级滨海作战舰，因此也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据海军时报报道，通过美国海军内部记录显示，美国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有裂痕，但是没有透露哪艘自由级滨海作战舰出了问题。但是，据美军内部文件显示，如果这些自由级滨海作战舰在最大波高约 2.4 米的海域中以超过15节的速度航行，那么这裂缝可能会扩大，将对其航行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美国和海军正在努力解决自由级滨海作战舰的传动装置问题之际，又传出了这样的问题，这就使美国海军对自由级滨海作战舰失去了信心，就想要将其加快退役，以此避免出现更多问题，在最大程度上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因此，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发言人巴里柏在声明中说，美海军最初在2019年末发现自由级滨海作战舰在船体结构承压较大的地方会出现裂痕。当时2014年服役的独立级2舰克罗纳多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巴里柏说，后来6艘同级战舰上陆续都发现这类裂痕，将近占了13艘独立级舰队的一半。此外，他还强调，这问题并不会对舰上官兵的安全构成威胁。他说，舰头结构和垂直及横向联合载荷经过分析，并未发现吃水线以下有任何潜在危险。所以，正是由于自由级滨海作战舰毛病不断，包括不到2年前才服役的圣路易号在内，美国海军打算将它们全部淘汰。对于美国海军的这一想法，就受到了美国国会的严厉批评。对于美国国会的批评，美国海军首长告诉国会，美国应该考虑把打算淘汰的自由级滨海作战舰卖给南美国家，以此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并可以有一些收获。值得一提的是，据军事网报道，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院莫兰在听证会中问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吉尔迪是否打算在预算提案中建议淘汰9艘自由级滨海作战舰，而他的回答则是，我们应该考虑把这些战舰提供给能有效运用它们的其他国家。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美国海军计划将退役的自由级滨海作战舰卖给南美国家，以此来减少损失。这对于美国来说也算是弥补了一些损失，对于海军的发展也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海军确实应该为浪费数百亿计美元去打造如今他们说没用的战舰向纳税人公开道歉，因为即使自由骑兵海作战舰上的舰上设备确实有瑕疵，但是美国海军想淘汰它们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美国海军清楚认识到，这主要是由于自由级滨海作战舰缺乏足够的战力，使其不能与中国进行对抗，发挥不出自己的优势。因此，这才使美国不得不选择退役自由级滨海作战舰。当然，美国计划将退役的军舰卖给其他国家，当然也不是第一次，而是美国惯用的老伎俩。据悉，在此之前，美国海军有好几艘派里级巡防舰退役，也转卖给台湾、澳大利亚、泰国、埃及、巴林、波兰、西班牙、土耳其、墨西哥与巴基斯坦等国，以此来从中获取利益。从以上，这只是美国海军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军舰发展上的错误而选择找的借口，以此来掩盖自己在军舰发展上的失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在军舰上的建造毫无章法，而且是没有完整的计划和规划，并且没有对其进行很好的维护，这就促使美国建造出了很多没啥大用处的军舰，对于美国海军的发展并没有益处，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开支，这使美国从中遭受了巨大损害。相较于美国，中国在军舰上的建造和发展就与其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在军舰的建造上还是比较谨慎的，并且按部就班、井而有序，也充分考虑了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的循序渐进的研制，具有非常明确的计划与目标的。因此，中国在军舰的建造与发展上是层次分明的，且根据不同的任务而建造不同的军舰，而不是只注重一款军舰的数量，只在一款军舰上下功夫。相反的是，多点开花，促进不同公用军舰的研发，完全不像美国根本不知道战舰的战略定位，只会进行盲目研制，这样到头来的结果只会是失败。所以，对于军舰的建造，并不是数量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发展和成本的考虑，做出最好的选择，专注于军舰的功能区分，加强军舰的使用功能最大化，以便可以为海军的发展助力，努力发展进入世界海军强国的行列。从美国在自由级滨海作战舰上的失败，我们可以知道，现如今中国海军已经有了迎头赶上的趋势，这就是美国海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中国机会，让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对自身军舰的发展，以此来对美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这对于美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